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新的更新抢先看版本来了，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更新会有什么新的东西。首先，一如往常的活动呢，这一次的活动是联盟活动，也就是要消耗宝石的活动。兑换到足够的道具之后，就可以拿去换其他的奖品。这一次的活动皮肤是自选皮肤，是以往3个旧的皮肤选择，其中包括彩条屋、工兵防御力加 5%、春之城骑兵生命值增加 5%、密林仙踪骑兵生命值增加 5%。连续5天的任务，怒海阵风海战也是回来了。作战演习里面的奖励有包括这一次活动的道具，还有排名奖励。之前军器刚出现的时候，有在 K2 出现过的活动，寻找军器的活动，你要获得指定道具，就可以在地图上探索，选择自己想要的阵型军器。选好之后，地图就会出现标示，可以去寻找你想要的军器。当然的，军器的属性是随机的，想要获得道具的条件就根据这个活动来规定。里面的任务不会太难，基本上都是打一些野蛮人啊、城寨之类的。接下来这个是登峰造极的界面，官方有讲过登峰造极界面会改变，就变成这个样子。完成任务的条件就在右手边，这边画面上全部都是排名那些有在爆战力的玩家。这一次登峰造极的皮肤是步兵防御力增加 15%， 骑兵攻击力减 5%， 工兵防御力减 5%。 不过这一次的头像框还可以接受，名牌看不见的东西我们看看就好。接着新的地图奥尔良之围，这个地图上一共有6个阵营，拥有4个区域，但是这一次的阵营区分名字并不是用火水土分来区分了。之前有提过这个地图会有助阵统帅的技能，每一位统帅都可以带3个辅助技能，想要获得技能需要解锁右上角的道具才可以获得。技能里面包括这些统帅，里面有看到金闪闪跟项羽，推测他这里给的统帅呢最多到第5代。由于官方没有展示规则，所以我不确定他是给你完全开放的技能，还是要根据你自己统帅栏的技能来给。还有给的这些技能全部是不是固定的，你们可以在这里提前看一下有哪一些技能。不过看到右下角官方要解锁一个技能呢，是需要花1000个道具。我之前有发生过官方看到的预告图跟实际上是不符的数量，目前看到是1000，之后会被更改就不确定。选择好之后，统帅栏的左手边就会亮格子，没有选择技能的格子则不会发亮。这个地图的玩法就如我之前所预计的那样，必须要保护自己的王国要塞。画面呈现有一点像奥林匹亚之巅，可以点击操作要塞，要加强还是要开始进攻。选择开始之后，系统就会派不同的兵种来攻击你这个要塞，每个不同的兵种都会有不同的攻击方式和技能，也有一些专门带骑兵、步兵、工兵的部队。接着博物馆方面呢，跟我之前的泄露图是一样的内容，所以我在这里不重复他们的技能争议到底有什么，只是跟大家说明一下解锁方式跟操作。可以知道的是，如果你要把第1代的技能再精简的话，是用回一样的道具，展位结晶跟文物结晶。不过你已经开启展位之后，你需要用到的是文物结晶而已。看官方的操作，官方还没有解锁之前是花900点的文物结晶，解锁了第1个阶段，要解锁第2个阶段的时候需要花1800颗文物结晶。暂时推测要进入第2阶段的争议需要花2倍的文物结晶，又或者固定价格1800颗。不过当然的，根据官方的尿性是不可能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了。博物馆的规定是解锁更多的文物展位，需要开销的文物跟展位结晶也会随着提高，所以我才推测解锁第2阶段需要更多的文物结晶。解锁之前，官方会给你看进入了第2阶段之后争议会增加多少，确认好之后才按下按钮。至于其他第2代统帅的争议，跟我之前讲的是一样的内容，所以这边不浪费时间重复。再来是之前提到的游历，可以用花宝石的方式去解锁更多的游历次数，可以选择10个10个开，还是1个1个开。随着你游历开启的次数越多，拿到的军器就会越好。至于花费的宝石，由于官方的画面闪太快，我只能接到这么模糊的画面。首先解锁1次的话是500颗宝石，10次就是5000。至于会不会涨价，我看官方按了之后它的数目是没有提升的，所以应该是固定这个价格。不过1次要500，其实也是消费蛮庞大的，而且为什么解锁10次没有更多的折扣？那么会不会有大佬肯去消费，这个我就不清楚了。反正我是不可能丢宝石在游历上面的。再来洗军器的系统，那可以看到官方自己按出来的东西呢，其实都不好了，何况是我们玩家。现在你们看到画面是官方介绍影片里面我截图到的画面，有很多次开到里面全部都是垃圾，没有那种固定全部词条都是同一个属性。毕竟它获得道具的方法也不容易，只能说洗军器系统唯一好的地方就是你按了之后它不会马上变，你可以选择性要保留旧的，还是要选择换新的。那么最后官方是选择了这个属性，我不知道官方是怎么想的，还是他们要做节目效果，又或者是有钱任性官方账号他们有9900多个道具，
想要怎么选都无所谓。既然已经讲到洗军器的道具了，当然我们也要提一下它获取道具的条件。第一个条件要获得5万点的个人积分，就是荣耀积分啊。第二个条件要获得85000点的个人积分，还有击杀2000万的敌方部队。不过它这里的击杀没有限制要 T4 以上的部队，也就是说你是有正常打仗的玩家，其实要获得这个道具并不难。看官方展示只有这2个条件而已。那官方之前有说过军器商店之后也会出现，至于获得条件不清楚。假设说只有这2个方法可以在征战成就获得的话，其实要获得这个道具还蛮难的。接下来是远程统帅，也就是工程车的装备。那看官方这里的图片呢，它是套装，但是这个套装只有5件而已。可是在我之前看到的爆料图里面是有包括武器的，我不知道官方把这个武器搬到哪里去，又或者是取消了，还是说官方的爆料影片里面有出现错误，没有显示到武器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些装备有什么加成。消耗的材料一样，但是可以看到它的属性是 14.5。 我们一般的装备不是征服赛季的装备，只是增加11左右而已。就是说工程车的装备比我们现在的装备属性还要来得更高。会不会有可能这个装备是征服赛季的装备？我看了一下现在的版本征服赛季装备呢，它下面是有注明的，这个装备应该是有套装效果的，不过它没有拉下去，所以看不到。有套装效果的装备下面都会有显示2件、4件、6件有什么争议。那其他的装备争议你们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。除此之外，官方还推出了一个新的采集装备。那这个采集装备呢，它是要求受骨而已，跟刚刚我们看到远程统帅装备不一样，他们是用正规的材料，并且这个装备也是套装来的，所以套装效果加上去的话，采集速度应该是可以飞天了。我认为只要它获取图纸的条件不难的话，我也是会去弄完整的一套出来。属性方面就不用多说了，全部都是采集速度提升，有兴趣的玩家可以留意这个装备。以上就是更新抢先看版本内容。由于这个影片是提前爆料的影片，所以有一些东西没有办法说的特别详细，包括之后会详细的解释一下奥尔良之围到底是怎样玩的，详细的地图分布、每个关卡的位置、驻地技能之类的，我需要花一点时间去研究之后才做影片跟大家讲。当然的，有哪些王国你们会报名这个奥尔良之围的话，也可以跟我讲，我也想要去体验一下这个新的地图。要怎样获得解锁道具，还有增加助阵统帅之后的技能。从官方的介绍来看，这个地图应该是不错玩才对。不过我觉得这个位置其实有点让我感到疑惑，这个应该是在中间的位置，看到右上角的小地图，官方写城市的名字是奥尔良执政厅，所以它应该是顶替掉圣城变成这个东西，你要去保护它。要开放估计也要等到最后的时刻才会开放。画面上还有一些新的标记，我也是不明白是什么东西，要真的体验之后才知道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你们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